近年来，作为美国小弟的加拿大多次紧跟美国公开对华叫嚣，不仅在涉台、涉疆等议题上发出消极声音，甚至有些时候还冲到了美国的前面。孟晚舟事件的教训尚未吸取，加拿大某些政客和媒体又大肆炒作所谓中方威胁加议员。中国驻加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加拿大国会一些议员不断破坏中加关系，其心可诛。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近日刊文称，根据加拿大情报机构2021年的一份机密报告，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及其家属被一名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工作的外交官威胁。对此，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第一时间予以驳斥，称上述指责毫无事实根据，纯属无稽之谈。尽管中方多次澄清，但在加拿大某些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这场闹剧仍在持续。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4号在国会声称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表示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此前，庄文浩所属的最大反对党加拿大保守党公开施压，要求政府驱逐涉事中国外交官。对此，乔利在国会委员会宣称，政府可以这么做，但有人担心任何驱逐行为可能引发中国政府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乔利当天还以此事为由召见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就加方基于个别政客和媒体所谓中国干涉加内政的谎言，威胁可能驱逐有关中国驻加外交领事人员一事，丛培武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丛培武指出，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中方外交领事官员一向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加领事协定，依法履职。加个别政客和媒体为捞取政治私利和博人眼球，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大肆操弄涉华议题，肆意攻击抹黑中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敦促加方立即停止这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加方执意挑衅，中方将坚决奉陪到底。针对加拿大扬言驱逐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加拿大此举是贼喊捉贼。2021年3月，中方决定制裁加拿大有关议员，是对加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回应。加方无理挑衅，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在先。中方作出有力回应，完全正当和必要。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场闹剧的主角是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拥有一半华裔血统的庄文浩，一直是加拿大政坛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曾因涉疆出格言论被中方于2021年3月制裁，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以及禁止与中国公民和机构交易或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个月，庄文浩还伙同其余10几名加拿大众议员窜访台湾地区，公然叫嚣台湾的事就是加拿大的事。庄文浩曾于2006年2月6号至11月27号的9个月时间内，短暂出任过加拿大政府事务部长及体育部长，是历史上第2位入阁的华裔政客。2016年，庄文浩决定竞选保守党党魁，成为其对华立场转变的分水岭。他效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策略，为了快速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不断拿中国说事。在5G、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上，不断推动反华法案。在北京冬奥会前夕，庄文浩又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其盟友抵制北京冬奥会。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提到，庄文浩一向要求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中采取强硬立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对媒体散布虚假消息，谎称中国在加拿大境内威胁加拿大人。而这次所谓的秘密情报也显示，庄文浩在2021年自称他在香港的家人受到威胁。加拿大政坛恶华反华的歪风近年来一直严重毒化中加关系。实际上，自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急转直下。加拿大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一度跳得比美国还高，并派遣军舰横渡太平洋，常态化参与了美国倡导的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擦边球行动。去年底公布的加拿大印太战略公然宣称，加拿大将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挑战中国。观察认为，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愈发强硬，存在国内和国外的2方面原因。一方面，加拿大受美国影响极深，虽然加拿大是5眼联盟的成员，但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核心却并不包括加拿大。重点推进的奥库斯军事同盟、美日印澳4方会谈、美日韩同盟等小圈子都不见加拿大的身影。为了不被进一步边缘化，加拿大需要在美国主导的恶华包围圈中充当更激进的角色。另一方面，加拿大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党争
争加剧，特鲁多政府为了自证清白，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对华强硬举动。加拿大在特鲁多的领导下，甘愿充当美国的这个走德的这种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而且呢，这反过来呢又促进了加拿大国内呢对华政策上呢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举动。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刊文指出，加拿大盲从华盛顿思维，对华抨击弥漫于加拿大政治的风气应该改了。随着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并变得越发自信，加拿大在处理这一棘手但重要的关系时，需保持清醒的头脑。文章指出，加拿大人口少，但同时要出口大量资源，这意味着它对贸易的依赖远超许多其他国家。中国是加拿大第2大贸易伙伴，即便双方关系紧张，去年加中贸易额仍达到历史新高。因此，加拿大想要与中国切断关系，不仅不现实，还会损害自身利益。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呢是很强的，因为加拿大本身是一个资源国家，中国呢都向加拿大呢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市场。那么，如果按照加拿大现任的这个总理特鲁多的这样的方针政策走下去的话呢，中加关系呢，恐怕这个前景呢就不容乐观，经济合作关系呢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国驻加大使丛培武敦促加方立即停止上演针对中方的所谓驱逐政治闹剧，如加方执意挑衅，将坚决奉陪到底。您对此如何看？其实近年来的中加关系已经因为孟晚舟事件而被折腾得遍体鳞伤，互信基础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从中国外交部以及驻加大使的表态来看，假如加方要让中加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中方也不会怕。但是这种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现象，显然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中方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当前在外交领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美国企图纠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盟友，以打群架的方式挑起对华意识形态新冷战。而中方既不想跟美国打一场新冷战，更不想跟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打群架。不仅如此，防范与化解美国的对华孤立政策，还成为了中国在外交领域内面临的迫切任务。所以我们看到，在20大之后，中国在外交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新布局，包括邀请法德两国领导人访华，对澳大利亚伸出橄榄枝，秦刚外长访问菲律宾，以及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电话等等。然而，在中国这样做的同时，也遇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现象。一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尤其这些国家的议会与在野党，正在不断地破坏中方的努力。这就要求中方不仅要有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要向对方国家和社会宣传中方落实这些战略的诚意，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和细化落实这些大战略的策略和行动能力。那么在您看来，加方为何上演这场政治闹剧呢？闹剧始作俑者是华人议员，其动机又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把火是由加拿大国会与在野党，尤其是华籍议员张文浩挑起来的。挑起的理由是因为所谓的人权问题。一开始的时候，特鲁多本人因为害怕影响中加经贸关系，是想息事宁人的。但在野党与国会反复拱火，特鲁多政府最终做出了考虑驱逐中国外交官的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对华关系上出现的这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在中美关系上，拜登政府原先是想有所克制的，但是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反华法案与涉台法案，让中美关系终于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在中国与欧盟关系上，也是欧洲议会以所谓的人权议题为由通过了反华法案，并最终导致中欧投资协定被无限期搁置。在中国与中东欧关系上，也是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国会与议员介入了台湾问题，恶化了双边关系。甚至是在中德关系与中法关系上，也是德法两国的国会与议员们不断的发难，对冲了中德与中法政府层面改善关系的努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在改善与他们关系上虽然付出了不少外交努力，但他们的议会机构右倾化十分严重，一再让事情复杂化了。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国会与议员们并不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他们的言论也不代表国家的对外政策，
但是他们却往往可以影响、破坏，甚至是左右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如何与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国会与议员们打交道，防止其破坏对华关系，已经成了摆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自5月5号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出席中阿巴3国外长会，这也是秦刚担任外长以来首访8国。秦刚此行还出席了中阿巴3国外长会，不到1个月内，中方密集参加多场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外长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秦刚5号抵达巴基斯坦，当天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举行了会晤。阿尔维请秦刚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巴方期待同中方共同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方全力保障在巴中国人员和机构安全，愿同中方共同致力于阿富汗和平与重建。秦刚向阿尔维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互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巩固发展双方铁杆友谊是两国历届政府的优先方向。会后，秦刚还出席了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旧馆舍赠予巴基斯坦外交部作为外交学院的捐赠仪式。中方与巴基斯坦外交学院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早在2019年，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3国青年外交官能力建设研修班就在巴基斯坦外交学院举行，共有40名3国青年外交官顺利结业。秦刚在捐赠仪式上讲话时就表示，希望巴基斯坦新的一代外交官能够为中巴关系和友谊代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这座建筑曾经是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的馆舍，在这里一代代的中国外交官为中巴友好事业挥洒青春，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的青年外交官手中，希望你们同样为中巴友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这种诱拉美国对于中巴关系的一些离间，在巴基斯坦国内呢，有一些人呢。在一些人士那里呢，形成了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秦刚外长的这个举措呢，也是希望呢，巴基斯坦方面还是稳定的、坚定的，对中巴友好的这种信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据悉，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新馆于2015年交付使用，坐落于伊斯兰堡第2使馆区周恩来路1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是中国在海外占地面积最大的使馆。出席旧馆舍捐赠仪式的巴基斯坦外交国务部长希纳也表示，巴中友谊久经考验，历久弥坚，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奉行对华友好，不但是巴基斯坦外交基石，同时也是巴基斯坦各族人民举国共识。希纳还在会上对中国政府帮助巴基斯坦从苏丹撤侨表示感谢，称这充分证明巴中友谊不但牢不可破，而且独一无二。希纳提到的苏丹撤侨就发生在1周前，4月中旬，苏丹爆发武装冲突，中国海军南宁舰、微山湖舰紧急赴苏丹港执行撤侨任务。国防部介绍，共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应相关国家请求，中国海军军舰还搭载了221名巴基斯坦、巴西等国人员。4月29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致谢声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随后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条推特，并对此回复称：“患难见真情。”秦刚此行还将出席中阿巴3国外长会，也受到外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秦刚4月13号才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出席并主持了第4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等好几场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对于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中方密集参加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会议，外交部发言人4号表示，当前阿富汗人民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但仍面临严峻挑战，急需外界更多支持和帮助。国际社会应加强同阿临时政府的接触对话，支持其重建发展，引导其包容建政、温和施政、睦邻友好，坚决反恐。
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和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都是开展涉阿问题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凝聚地区国家在阿问题上的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同阿巴两国就阿局势及三方合作等交换意见，扩大三国共识，巩固三方互信，携手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其实这表明了中国对于这个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关注，也希望呢能够为推动阿富汗问题推动阿富汗早日走上正常的国家发展的一个道路，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个贡献。特别是呢前期呢，其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呢也出现了一些局域包括两国在边界地区甚至有一些交火的一些事件，这不利于地区局势的一个稳定。所以呢，秦国委的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表达了中方的一个努力和意愿，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来推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方面能够加深信任与合作。今年4月12号，中方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次日，秦刚就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出席并主持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系列国际会议。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当时对秦刚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阿富汗的政治支持，阿方赞赏并欢迎中方发布阿富汗问题的立场文件，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损害中国利益，将全力保护中国驻阿机构和公民安全，希望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阿中经贸合作。当时发布的第二次中俄巴伊四国外长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联合声明达成多项共识。四国外长强调，北约国家应为阿富汗当前困局负主要责任，应为阿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机会，应立即解除对阿单边制裁，立即归还阿海外资产，使之用于阿人民。外长们还表示，坚决反对那些对阿当前局面负有责任的国家在阿富汗及本地区再建军事基地，这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动辄以西方标准评判和干预其他国家制度，也不要图谋在阿富汗和地区重置军事力量，更不要知恐用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访问巴基斯坦，并主持召开中巴阿三方会议，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我认为自美军撤出阿富汗以来，当地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人道主义灾难，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饥荒。5月2日，联合国警告，超过2800万的阿富汗民众需要国际援助。这些援助不是说让他们获得清洁的饮用水，或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是让他们能够活过今年。原文是 survive this year。600万阿富汗人已经挣扎在食物短缺的死亡边缘，因为战乱，因为持续的干旱，但在根本原因上，美国难辞其咎。2021年8月。拜登政府冻结了阿富汗央行在美国境内超过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本可以购买阿富汗急需的食物和医药。同时，美国对塔利班政权的制裁严重阻碍了国际组织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发放，直接切断了阿富汗人求生的希望。根据联合国数据，2023年对阿富汗4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计划中，目前仅落实了2.94亿美元，缺口高达94%。在美国近乎于种族灭绝的制裁和封锁之下，阿富汗谈何秩序，谈何稳定，又谈何发展？国际社会可以对塔利班持各种各样的立场，可以围绕阿富汗的地缘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大国博弈，但我们必须要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中国不是美国，我们能看到任何宏观的战略到最后都是为了解决最微观的人的问题。中国不会坐视美国的残酷行径，而世界也将在阿富汗问题上看到中国和美国有着怎样的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也将在阿富汗得到历练和证明。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是在替美国收拾他们留下的阿富汗问题烂摊子吗？我不认为中国是在所谓替美国收拾烂摊子。阿富汗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的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坐视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加剧，对于中国一个真正有国际担当的大国，要积极参与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和重建工作。第一，一个安定的阿富汗不仅事关阿富汗人民，更关乎中国自身。阿富汗与中国接壤，安全局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当前的阿富汗问题，尤其是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事实上已经超出了阿富汗社会可以解决的极限。灾难本身就是美国一手施加的，所以不应该也无法被
单纯视为某种阿富汗的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担负起某种最起码的责任，否则灾难只会进一步升级，轻则动乱不休，重则滋生恐怖主义，且外溢出阿富汗国境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愤恨于美国的无耻和卑鄙，但中国必须站出来。第三，中国也不认为仅凭自身就可以解决阿富汗问题，多边合作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形成合力。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积极参与，绝非是任何意义上所谓替美国收拾烂摊子，而是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考量以及对阿富汗民众的人道关怀。中国的目的是为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尽到自身的责任。好的，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美方多位高官接连向中国释放求对话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克里先后表示期待访华。还有美军方消息人士也透露，希望在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实现中美防长会面。美方高层如此密集释放希望与中方对话的信号，不同寻常。众所周知，高层对话需要有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的诚意。那么，美方是否表达了相应的诚意呢？来看看报道。3号，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向路透社透露，中国邀请他在近期访问北京，并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克里说，尽管两国分歧依然存在，但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必须有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克里还表示，总统拜登也批准他与中方会面，但具体时间尚不确定。分析认为，按照外交程序，双方确定时间地点后才能算得上是确切的安排。此次美方单方面释放消息不同寻常，显示美方迫切希望以气变合作为契机重启高层访华。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在联合国气变大会上，克里曾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今年1月，两人又举行了视频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合作推动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后续将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克里近期多次表达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上月，他还上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How can we ever achieve our global climate goals without having Beijing working with us? We can't. It's that simple. We can't. Yeah. There's no way that any one country can solve this crisis. It is imperativ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ind a way to cooperate with respect to the climate crisis. 去年8月，针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执意窜台，中方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就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对于克里访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关于你提到的具体访问，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观察指，中美在气变问题上有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历史，共同缔结并签署了巴黎协定。而克里也是美国政府中为数不多的务实派之一。他曾于2021年4月访华。气变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低敏感领域，克里是否能够成功访华，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一个窗口。当然，他访华的前提是美方愿意与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这是美方必须表达的基本诚意。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军方高层也表达与中方接触的意愿。在中方8项反制措施中，有3项与军事交流合作有关，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据彭博社5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五角大楼正寻求美中两国防长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对面会晤。尽管美国国防部未予以证实，但表示寻求与中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香会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2023年，香会定于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1月22号，在柬埔寨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国防部发言人当时介绍，那次会谈是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实际举措，是一次坦诚、深入、务实、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双方认为，两军应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妥处矛盾分歧，加强危机管控，努力保
保持两军关系总体稳定。但此后美方的表现再一次让中方失望了。彭博社在报道中称，在今年2月美方武力击落中方无人飞艇后，中方多次拒接了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电话。奥斯汀2月接受美媒采访时曾称，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和中国防长通话，希望中方能安排通话。分析指，美方提前1个月释放求对话信号，且地点是在与中美关系均较为友好的新加坡，可见美方是急于同中国对话。不过，对于中方是否参会、参会人员安排、会否有中美防长会面等消息，中方尚未发布消息。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军方很多时候他们的主要负责人的观点更偏向于鸽派。美国军方啊，他们是非常担心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误判的。因为如果这个交流没有办法继续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擦枪走火或者是战略误判。近期，美国多名高官纷纷表达与中方接触的强烈意愿，颇不寻常。在《华盛顿邮报》月初主办的一场活动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声称，他对在今年重新安排此前被推迟的中国之行抱有希望。Are you hopeful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reschedule that trip this year? I am,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as President Biden laid out in Bali when he was with President Xi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hat we reestablish regular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t all levels and across our government. 2月时，布林肯自己宣布将访华，但外界注意到中方并未发布相关消息。后来，布林肯又自行宣布因为气球事件而取消访华，这一套作秀表演十分拙劣。美国舆论也一直关注他要怎么做来挽回颜面。这次布林肯罕见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论坛活动上，给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点赞，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直言，这显示布林肯访华的意愿非常强烈，是在试图给自己踏上北京铺路。China would have a role to play in that effort, and that could be very beneficial. There were elements in the plan that China put out, things that actually it had said and many others had said for some time that were positive. 山东舰航母编队近日返回母港，其中就包括了赴台岛以东海空域开展远海战备训练。此前，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承认，解放军山东舰航母其大型无人机绕台，让台湾最稳定的东部后方不再安全，台湾没有前后方之分，一旦开打，处处是战场。这被岛内舆论认为是说给岛内政客听的。不过，美方显然更执着于鼓动两岸对抗。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动用紧急授权，对台提供5亿美元武器，中方对此已多次警告，这是在把台海推向战争边缘。央视军事报道，连日来，山东舰航母编队赴台岛以东海空域开展远海战备训练，演练历时近月。编队于近日返回母港。此次训练，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参加了环台岛战备警训和联合利剑演习，同步开展战斗值班、课题演练、飞行训练，并在岛链外与火箭军、陆基航空兵以及其他水面作战编组开展联合演练。期间，编队着眼战场实际，在远海、大洋广域机动立体攻防，先后演习联合搜反潜、联合火力打击、区域制空作战等多个实际作战场景，同步带动相关海空协同兵力参演，在实岸实景中练指挥调度、演战术战法。面对外军舰级轮番侦察试探的复杂局面，编队及时准确掌握态势，精准高效控制兵力行动，始终做到积极应对、稳妥处置，有效提升了实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4月25号发布的消息，4月7号至24号期间，在太平洋上，中国海军航母山东舰舰载战机和直升机起降合计约620次。日媒报道称，这创下中国航母在西太海域起降频率的新高。除了航母，解放军无人机近日多次绕台，也持续引发关注。4月28号，台防务部门称，发现一架目前解放军最大型的 TB001无人机首度从西南空域进入后，一路逆时针方向绕台一圈。5月3号，台防部门又称，发现解放军一架 BZK005远程无人侦察机从北方空域进入后，一路顺时针方向绕台一圈。山东舰在台东以东海域演训，无人机多次巡航绕台，向台独势力及域外势力发出严厉警告。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无奈承认，一旦台海生战，台军不指望他国参战。分析指出，吴钊燮这是在无意间透露了美国的底牌。
而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4号则在台立法机构表示，台湾此前自认最稳定的东部后方已经不再安全，台湾已经没有前后方。